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爱换不了，所以无可救药。多少人在结束后用遗憾寻找，梦抓不到，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以为一切得到，却不知在往里绕，失去和拥有，谁能分辨得好？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挣脱天王的牢？最华丽的情调比不上那微笑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靠。谁不想飞得比天高？谁不想世界为你而绕？最单纯的感动，却忘了去寻找，拥有了世界，却输掉拥抱。有什么值得炫耀？死得好，死得妙，死得呱呱叫。嘿嘿，哎，杨天卫，你要不要看看你孩子的死相？我心肠好，在你临死之前，让你看看你孩子最后面。念青，这不呀！死吧！死吧！你现在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吗？快躲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好，来吧，下辈子吧。动手！杨天卫，我要你尝尝活活被烧死的滋味，这样才对得起我死去的家人。来啊！来啊！爸，正风，你活着！爸，我和妹妹都没事，他派去的人，一个被我杀了，一个被我抓了。他收到的照片是假的，我就是要让他疏于防范，方便救你。刘环东，真可惜啊，差一点你就报仇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有儿子。你全家都死光光了，我杨天威还有儿子在身边。你别得意，你会有报应的。天会收你的。天收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杨天威自从走上这条路，就没想过要好下场。命硬，天收不了我，我要破天王。你呢？啊，这个丑八怪，如果你像老鼠一样躲在地洞里面苟且偷生就算了。偏自不量力出来报仇，告诉你，天没有收你，我收你。环东、唐耀祖、王清彪，全都死光了，痛快！这不，走。爸，我们走。
你要挺住啊！放心，霸王死不了，连环都杀不了我，天也收不了我杨天威。我还要破天网，啊，破天网！疯子，子晴失踪了，2个孩子也不知去向，一定是他。子晴落在那疯子手里，命运如何，我真是不敢想象。叶子清是杨天威的老婆。从我爹地的日记看，他在杨天威被枪杀后，一直帮忙照顾他全家。可是那疯子却要对杨天威一家赶尽杀绝，就像对付其他3家人一样。这疯子到底是谁啊？喂，王律师。汤耀宗先生想寻求和解，他要求当面跟你谈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最终还是要看汤小姐的决定。哎，汤小姐，你来了。这位是？哦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请他一起来。走，建明，走。汤小姐来，请坐。哦。汪律师，我不反对和解，但是必须是无条件。汤先生，他要求2000万。不行。小颖，其实我要求的并不多，就看在我跟你爸爸是兄弟一场。汪律师，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，接下来请你处理。汤先生，你们还是请吧。小颖，那就1000万吧啊！小颖啊，我请你帮帮我们。你大伯生意失败，欠人家很多钱，所以我们才会这样，要不然我们不会这样对你的。小颖啊，那500万啊，不然200万也行，你就当着可怜我吧啊！汤先生，请吧。什么？你非逼得我跟你打官司不可？要打官司不打官司，随便你，汤先生。什么？你不认我这个亲戚啊？我的亲人都死了，我没有亲戚。汤先生，这是最后警告，你还是离开吧，要不然的话，我要叫保安了。汤小姐，这里有几份文件要您看看。这是委托书，是委托我代为起诉的。那如果成功取回你的遗产的话呢，那么我的收费呢就介于这个数额。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，当然我连1分钱也不收。您看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就在这上面签个字。这是副本，是一样。哎呀，我还赶着时间要上庭呢。哦，好。谢谢。谢谢你，汪律师。不客气，你是 Chris 的女朋友，我当然要敬你了。周彦明，走了。他是坏人，他是坏人，他是坏人，对不起，汪律师。他是坏人。周杰明，周杰明，我问你哦，如果我跟 Chris，他是坏人，
我说，如果我跟 Chris， 他是坏人。我是问你，如果我跟坏人在一起，你会怎样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周杰明，不要，不要想和坏人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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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，不在一起，不在一起，不要，不在一起。有消息了，周建明，周建明，这些数目字代表什么？这不是数目字，不是数目字，明明就是35245。咪嗦瑞发嗦。啊，是音符。它可以是数目字，可以是音符，可以是代码，也可以是莱雅星的语言。莱雅星的语言。是的。真难理解。以前的人还没发明语言和文字，就用手势来表达意思。距离远了看不见手势，就用声音。声音也是一种传达工具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比如……周杰明，我们停止这个话题吧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好的，小颖问。我被外国大学录取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周杰明知道。我如果出国念书，你会想念我吗？周杰明，周杰明，你怎么了？周杰明，对不起，是不是给你造成困扰了？算了算了，你不要想了。512377，512377是什么意思啊？512377，512377，是我会很想你的。我会很想你的。真的是我会很想你的。512377，是我会很想你的。512377，我会很想你的。512377，我会很想你的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国？要。我给你找了一间学校，你也可以上学读书。周杰明不要上学读书。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学校，它有一套专给自闭者上的课程，能协助自闭者融入社会。为什么要融入社会？周杰明如果融入社会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。小颖会开心是吗？不止我开心，花姨、根叔、春丽，他们也都会开心。只要小颖开心，周杰明就去上学。出国读书？你说杰明要出国读书？挪威有一间专门的学校，是针对自闭而设计课程。他们有一种称为密集训练的方式，可以帮助一些自闭者恢复正常。我已经联络了一所学校，把周杰明的情况告诉他们，院长亲自回信给我，答应让周杰明去。太好了！我们儿子有救了，挪威去吧！去你的头啊！你知道挪威在哪里啊？让儿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你放心，我可不放心。花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跟周杰明一起去。你不是要去美国读书的吗？
我可以改申请去挪威，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周杰明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小两口就应该这样的。小颖，你对杰明这么好，我真的很感激。虽然我们就像是一家人。哎，不怎么像？哎，本来就是一家人了，本来就一家人了嘛。哦，对。虽然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也不能够耽误你的前程的。不会的，花姨。哎，老婆，他都说不会啦。挪威我来，哎，不是我儿子跟媳妇来啦。来你的头啦！出国哎，你以为举报团长就算啦？要白花花的钱啊，没有10万也要8万，你只是讲门都没有啊！小颖啊，我经营这米粉档呢，一家糊口都成问题，再加上他好赌成性。哎，我都说洗手不赌了吗？洗手，你就算是砍手，我也不相信你呀！花姨跟叔，钱你们不用担心，律师说我爹地留给我的遗产，我很快就可以拿到了。真的啊？不好，那是你的钱，我们怎么好意思拿你的钱呢？不好，真的不好。不过，如果我们不接受，你一定会很难受的。小颖，我最了解你的性格了。花姨，你们对我那么好，我也应该尽点心的。好了，你的一番心意，如果我们不接受，倒好像很见外哦。我儿子，哎，还有我儿子，就拜托你啦！哎，拜托，真的拜托。你真行啊，这招不要又要，不错啊。你错啦，去送米粉。我尿急啊！喂，烂人屎尿多啊你！花姨，我帮你吧。炒米粉。米粉妹，我男朋友喜欢吃你们的炒米粉。谢谢，4块。不用找了。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好吃的？都好吃。我说不用找了。哎，你好。嗨。还有谁会来？没人了。为什么叫这么多东西啊？这样才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啊。啊，这些问题你看一看。你连姓汪的会怎么回答都想到了。他很老练，如果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是不行的。你担心我会被他逼得哑口无言、狼狈而退？后天就要上庭了，花点时间仔细的读一读。谢谢你的用心，不过我更想凭自己的实力打败汪年忠。根本不可能。你瞧不起我？你虽然是第1名毕业，但是你根本没有上庭的经验。哥，爸怎么样？爸很好，他就在我的身边。你等一等，爸要跟你说话。燕青，爸，我担心你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还舍不得丢下你这个宝贝女儿啊！我知道，杨天威是打不死的。对不起。你安心休养。杨天威，我没有听错，他刚才的确说了杨天威3个字。这是同名同姓的巧合，还是杨天威还活在世上？无声无息站在我背后干什么？爸爸叫杨天威，你想干嘛？那你妈妈叫叶子晴，这关你什么事？杨天威不是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走吧，第一个死的是你。杨天威没有死，
那杀害我爹地、妈咪，还有我哥的，是不是他？爹地、妈咪、哥，你们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他杀你们的？小颖，小颖的眼睛湿了。是不是他？是不是杨天威干的？是不是他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周杰明。为什么小颖生气？我没事，我有点事要去办，你回去找花姨吧。为什么小颖生气？周杰明，别问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为什么小颖生气？不要问了。对不起，周杰明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可是这件事情你真的帮不到我，你还是回去找花姨吧，啊？周杰明帮得到小颖。小颖，周杰明帮得到小颖。小颖不相信吗？我相信。周杰明，我相信。周杰明，请你帮我找出杀害我爹地、妈咪还有哥哥的凶手。嗯。市长，我有发现了。市长，你怎么啦？我低血糖、头昏眼花。你是谁啊？我叫周杰明，你还要补充一点糖分吗？啊，你还有啊？有。给。你的人不错啊，我给你特别优惠价。哎，你是要查老婆了吧？2个礼拜，我肯定可以拍到她跟奸夫上床的证据，包你可以跟她离婚。周杰明没有老婆。社长，他是我朋友。嗯。你的朋友还真多哦。哎，刚才你说你发现什么？哦，我发现杨天威还没有死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也发现了。杨天威啊。的命啊！来，来，爸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来，爸，你在做梦？我是梦见连焕东带着汤耀祖、王清标来取我的命。哼，你们真的是死不瞑目，死不瞑目。去找一个道士，把他们击到魂飞魄散。不，那样岂不是我们怕他们了？让他们来吧，就是化成鬼，休想动我一根汗毛！哼，他们做人只会做一些出卖人的勾当，做鬼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爸。陈峰啊，你去帮我安排一下，过2天我就回去。医生说你的伤口还没有好，不能胡乱走动。哎，没事的，这点小伤，我死不了。爸，你要办什么事就吩咐我好了，我帮你去办。
这件事情你办不了的。我答应你，思玲姐回去给她过生日。我去和玲姐打个电话，她能体谅。不，别让她知道我受伤了，免得让你思玲姐担心。她已经为我牺牲很大了，不能再叫她失望。快去吧。喂？什么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在什么医院呢？好。浩宇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？姐，我没事，被刺了一刀，还好没中要害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听诊所的护士说你被人刺伤了。我吃完中饭回诊所，在楼梯口碰到2个劫匪，他们抢了我钱包，还刺了我一刀。这些歹徒也越来越猖狂了，光天化日的，又抢劫又伤人。姐，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对方像是冲着我来的，抢劫是掩饰，真正的目的是要对付我。姐，如果我跟你说这是杨天威叫人干的，你会相信吗？不会的，天哥不会这样对我的。天哥一直很相信我的，他也把浩宇当成自己的家人。浩宇打他，天哥也不跟他计较。混蛋！天哥，浩宇只是一时冲动，希望你不要跟他计较。我当然不会跟他计较，他是你的弟弟嘛。可以这样去怀疑天哥。法官大人，辩方律师刚才的问题与本案无关，抗议无效。证人必须回答辩方律师的问题。这问题该怎么回答？你不是回去了吗？我刚去见了李少令，提醒他要注意的事项。
快12点了，明天上庭要打起折份精神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知道，看完这些文件我就走。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，上庭罢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是吧？我虽然是第一次上庭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，不用担心我的。我不是担心你，我是不想汪连州赢得太容易。我不会忘记，你要报仇吗？放心吧，汪连州输定了。你先回去吧。狮子东城，我不会令你失望的。明天见。我是应冲的，什么上庭罢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其实我很紧张，只是不想给你笑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根本没有条件轻敌。如果你一点都不紧张的话，那这场官司输定了。我不会输的。我知道明天上庭头脑要很清晰。我想好好睡一觉，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失眠。那很正常。所以我来这里。你这个主意很不错，但是自己一个人有点危险。一起吧。两个笨蛋，两个大笨蛋。你这个笨蛋，只会在法庭上像疯狗一样抗议抗议，你以为在演戏？还有你啊，笨蛋！认罪认罪认个屁罪！要认罪还要请你们两个烂律师。你再不满，我还是要说，这起官司不可能赢。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不是你们这些做律师最擅长的吗？那个证人是关键，用钱买多少都没有问题。你拿多少钱？100万还是200万？还不够是吗？就给你多一点点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时候不早了，先走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菲利啊，救命啊！谁非你？不要乱讲话！发生什么事？王先生，他想强暴我。我看到司徒先生扯他的衣服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不能够袒护你，带他出去，报警。原来这全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收了杨天威的好处，怕我告发你们，就先下手为强。我会被你们击垮，我也放过你们的。孙东城，快呀！你们走开了！你们是汪远州，我爸、我哥，还有我，对吗？我们得准备上庭了，走吧。杨小姐，
杨小姐，我很尊敬令尊，我真的很不希望在法庭上跟你针锋相对，只可惜你是被人利用了。今天在法庭上，我会不惜一切捍卫我的名誉，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请你原谅。汪律师，你还是省下口水吧，我担心待会儿你被我盘问的时候，口水都不够用。司徒东城，你好厉害啊！利用杨小姐来对付我，但是你忘了，她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。你看看这个人，这就是她的真面目。不单是要让我名誉扫地，还要让我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不忠的丈夫。司徒东城，想不到你这么卑鄙！小心我们的孩子啊！在法庭上斗吧。汪连洲先生带你上酒店，是的，你还记得是哪间酒店吗？记得是立功大酒店房间306号。他带你上酒店干什么？上酒店但是做那回事啊，总不可能是去聊天吧？你还记得当晚的经历吗？当然记得了，他很变态。怎么样的变态法？他很粗暴，对我又咬又打的，我受不了，要他停止，可是他不但不停啊，还更用力的打我、踢我，就大声骂他，说要告他强奸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是出来做的，哪有资格告他强奸？他还说他是大律师，可以反过来告我，告到我破产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溜出酒店。你有没有要求协助？有，我当时全身都是伤了，走路都痛了，就叫柜台的职员打电话叫特室。你有没有去看医生？当然有了，我就到我家附近的诊所看了医生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我就越想越不甘心。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他，要求他赔偿医药费，可是他1分钱都不肯给啊，说什么是大律师啊？我看了是吝啬大律师、变态大律师才真呢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有问题了。怎么样？很好，不过盘问汪连洲才是重点。他应该是有备而来，不会轻易就放你。汪连洲一副有病的样子，真想给他一巴。不要受他影响，冷静应战。司徒东城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一定打赢的。你是朱丽叶夜总会的常客，偶尔陪客户喝酒应酬，这也算是常客吗？你认不认识 Lisa Lim？ 认识。你有没有带过 Lisa Lim 去开房？没有。我再问你，你有没有带 Lisa Lim 小姐上酒店开房？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他撒谎！法官大人，这是阴谋，企图摧毁我名誉的阴谋。有人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在法律界名誉扫地。汪先生，你如果不想被你声称的阴谋摧毁，你就不应该带女人上酒店。看来你不是被阴谋摧毁，你是被你自己的欲念摧毁。我并没有带起诉人上酒店。我不需要跟你争辩，酒店的闭路电视还有证人的证词是最好的证据。我承认我去过那间酒店，不过不是我带他去，而是他带我去。当时我喝得烂醉，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才发觉自己在酒店房里，而之前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完全不知道。汪先生，喝醉逞凶并不表示你没有犯罪，你还是要面对法律制裁的。我完全同意，醉酒不能够作为犯罪的借口。但是如果我真的是犯罪了，那么为什么你的当事人没有当场报案，没有让警方对我采取行动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因为你的当事人对我的指控是虚假的。他的伤势是虚假的吗？这份医药报告也是虚假的吗？医药报告假不了，伤势也是真的。但是谁又能够证明他的伤势
是我所造成，难道只是凭他的一面之词吗？你可别忘了，她是个欢场女郎。你的意思是，欢场女郎的话就不能相信？对不起，我澄清，我的意思是说，Lisa Lim 小姐的话不能相信。有人和她串谋起来，想要打击我，想要害我身败名裂。你凭什么对我的当事人做出这样的指控？林小姐确实是打过电话给我，要求我赔偿医药费，否则她就会告我强奸，她要我付出20万。20万，这怎么会是医药费这么简单？根本就是敲诈嘛！法官大人，他撒谎，我只是跟他要了2000，是他后来自己要给我2万的。谢谢林小姐的干扰，这刚好呢透露了一个事实，她跟我要求2000，不过当时呢我确实是想要给她2万，没错，当时为了息事宁人，我确实是愿意付她2万块。2万块，那可是2000块的10倍。可是为什么你的当事人没有马上把钱收下呢？只证明了一点，证明了他背后是有人唆使他，他要告我上法庭，要我名誉扫地。我不愿意被威胁，也不愿意被敲诈，所以我选择上法庭，捍卫我的名誉。法官大人，现在不是总结陈词时间。辩护人，你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你的阴谋论吗？有的，法官大人。为了证明我的推测，我愿意支付对方20万，以寻求庭外和解。可是对方却拒绝了。法官大人，这是我开出的支票，以及对方拒绝接受的信件。这强而有力地证明了金钱赔偿已经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，而他们真正的目的，只是想要摧毁我的名誉，让我在法律界上蒙上污点。攻方律师，你还有问题吗？攻方律师，法官大人，我还有问题要问辩方。请继续。汪先生，你口口声声说有人阴谋要你名誉扫地，所以你要上庭捍卫你的名誉。你的意思是不是指我的当事人对你的指控是虚假不确实的？是的。也许你患了失忆症，你想不想再听一听你当晚是怎么辱骂折磨我的当事人的？这是我当事人的手机，他录下了当晚的过程。也许这有助于换取你的记忆。法官大人，以现在的科技来说，录音是可以造假的，所以这种录音根本不能够成为呈堂证供。我没说录音，这是录影。法官大人，我要求当庭播放。批准。Lisa baby， 我来了。我今天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把你折磨死。好啊。操！没事，法官大人，对不起，我要求和控方私下商谈。请问你同意什么和解条件？你付出多少钱？快点，不要再拍！快点，欢迎下班。走开！我叫你不要再拍了。欢迎下班。30万再加上名誉损失，这一仗我胜了。没想到王云洲会那么大方，竟然愿意付出30万和解金。他没有得选择。幸好你及时给我支援，我差点被他逼到我硬对。可是当他要求播放录影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担心。我还以为这只是你的策略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。你说的没错，的确没有当天的录影。
所以谁都想要，而命运的网又能解开多少？